嗨，你好，我是蕊希，花蕊的蕊，希望的希。今天你还好吗？无论你在哪儿，无论今天你经历了什么，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。听完今天的故事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11回家的时候，我被我弟拉着要给他出谋划策。他掏出手机神神秘秘地问我说，姐，你说他这句你猜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在给我机会，还是不知道该如何拒绝我呢？我看着我弟满脸期待的样子，我当时脑袋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天哪，果然小孩子才会在猜来猜去当中找到推拉的乐趣，成年人看到猜这个字就已经开始累了。这些年我就开始觉得，好像那种各怀心事企图让对方去猜的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消耗，而在复杂的生活中，有话直说才最舒服。作为一个曾经被有话不直说的前任折磨过的人，我至今心有余悸。那段时间，我每天都在琢磨这个人是怎么想。我也试过直接问他，但他说话很绕，还经常把没事儿算了挂在嘴边，就连吵架都跟挤牙膏一样。我开始还能往好处想，次数多了，不安的感觉就越来越强。因为你总是看不透这个人，你不知道他对这段感情是不是真上心，于是只能靠猜解决问题。可是猜就跟赌一样，10有8九都会会错意，最后他有他的委屈，我有我的失望，心就在这种猜忌中渐行渐远。而且说实话，猜来猜去真的很累，有时候你忙了一天回到家，却发现即使是最亲密的这个人在身边，脑袋里的弦儿也不敢松懈。恋爱比闯关还难，所以始终觉得爱情不该是一个回合接着一个回合的揣度，而应该是一颗真心再加上另外一颗真心的坦诚，而失去了坦诚的爱是不会长久的。都说爱你的人会带着诚意而来，我现在的男朋友就这样，他凡事喜欢打直球，但他打直球的方式是把所有的矛盾和情绪都摊在台面上解决。我俩经常就一个问题聊很久，有时候还在微信上大段大段地发文字，力求把自己的感受说清楚，生怕对方误会。我记得刚在一起那会儿，有一次他临时出差，我是回家之后发现他在收行李才知道的。我当时觉得很生气，怪他没有告诉我。他就先跟我承认错误，说一下午忙得团团转，忘了跟我讲。但他不止道歉，他会问我说，如果我平时凡事都报备，会让你更有安全感吗？还是你是气在我没有把重要的行程变动告诉你？而我呢，也是一个很会跟他表达的人。我不是那种谈恋爱就要像小孩一样互相管着的人，但我很介意他没有提前说，以至于计划被打乱。我们俩的相处方式一直都是这样，有事儿说事儿，有情绪就表达，尽可能明确对方的需求，不让对方靠猜测去还原真相。然后我发现感情中的消耗也会变得少很多，每天的心情都在平静之中带着幸福，还时常会有一种成熟的直球爱情，真的很舒服。其实在亲密关系当中，唯有什么都能聊，什么情绪都相信对方能够接得住，才能在沟通中建立起长久而坚固的关系。
我记得之前孙俪在节目上聊起自己的婚姻，她说，哪怕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，你一句话没有说明白都会产生误解，何况跟你108000里之前没有过交集的人。所以你的情绪想法，你因为什么感到不舒服，还是要讲出来让对方知道，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同频共振。事实上，没有人天生就是你的灵魂伴侣，是我们在每一次表达和倾诉之间，才慢慢摸到了对方灵魂的形状。就像我常跟闺蜜开玩笑说，一段健康又舒服的感情，都是长了嘴的人在谈的。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隔着肚皮过日子，又有多少人在拐弯抹角中消耗掉了所有的耐心。爱情本身并不会带来怀疑和猜忌，是揣度心事、欲言又止的不坦诚，让爱变成了脆弱的苇草。而一段需要靠蛛丝马迹和言外之意来维持的相处，也注定是人生的消耗品。要携手走一辈子的人是经不起隔膜的，情绪和旧账攒多了，心也会跟着相隔。所以如果可以，我们都要坦率一点，有话直说，有事儿明言，把所有的察言观色的小心都换成平铺直述的真诚。因为只有说话不绕圈子的两个人，爱起来才不会绕远路。